可能因为前几天写了一篇跟肖战有关系的文章，多搜了一些肖战的信息。这几天百度给我推了好多肖战的信息，正好有了解了他最近的一些动态，比如还在拍一部姐弟恋的剧，比如那片海可能要播了。这让我又对肖战的一个问题有了一些看法，想记录一下，那就是肖战的演技。不管粉丝和营销号如何吹捧排除肖战的个人魅力，客观的说，肖战的演技还停留在偶像这个层面，说实力派确实有些勉强。虽然不怎么喜欢看现在的偶像剧，但出于对肖战个人的好感，我翻看过他的大部分作品，比如《陈情令》、《余生》、《王牌部队》、《斗罗大陆》等等。遗憾的是，无一例外都是偶像套路。可能有些粉丝会强烈反对，说王牌是军旅剧，不是偶像剧。我只能说，在我眼里，它就是军旅题材的青春偶像剧。如果军旅剧里面士兵突击给满分10分的话，王牌只能给6分。同样，如果以张译的演技为满分10分，那么肖战的演技最多也只有6分。我看过的肖战所有作品里面，个人认为他的演技巅峰仍然是几年前的2个短片《买尔德》和《加菲》，其他的作品无一不是被套在偶像的圈子里。当然，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角色的呈现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导演。肖战作为一个素人，演技从无到有的积累，基本都是在偶像剧里获得的。可能他确实有实力派潜力，但是至今为止，他在屏幕上的表现仍然是局限在偶像套路里的。这方面的表现有点像他的前辈，偶像界的楷模刘德华。刘德华曾被质疑没有演技，只会耍帅，在偶像的道路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之后，才终于有机会在演技上获得认可。可以说在演技方面是缺乏天赋的，全靠努力。不像张国荣、梁朝伟、梅艳芳这些人是有天赋和灵气的，很早就显现了出色的角色塑造能力。从偶像转型实力的前辈代表，还有老一辈的演员唐国强。当年的小花那也是妥妥的青春偶像剧，唐国强也是被定型为奶油小生，在偶像这条路上徘徊了很多年。我对唐国强演技的真正改观，是在《雍正王朝》，从雍正这个角色里，我再也看不到唐国强的影子，只看到一个克己、勤勉、深藏野心和心机的政治家。如今的偶像肖战虽然入圈是因为唱歌，但他目前重心却是放在了表演。以他的性格，一定是希望在表演领域有所成就的，但如果始终跳不出偶像套路，那么这个理想要实现恐怕很难。既然已经朝着专业演员的方向在走，那么应该尽量尝试多种风格，从本色演出入手，逐步挑战不同性格，深入挖掘各类角色的内心，争取塑造几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形象，而不是被定型在帅气、睿智、温暖的男神套路里。肖战现在就有被定型的危险，他的所有角色身上都能看到偶像肖战的影子，常常会看到粉丝对肖战的演技评价为献祭式的表演，把自己完全献给了角色，忘了自己可能他做到了，但是如果说他真跳出了自己进入了角色，那么他呈现出来的结果，只能说他对角色的理解和把握还不够深，他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，甚至可以说是站在偶像剧导演交给他的角度，在理解角色，而不是脱离了自己，完全从原著背景，从角色本身的角度去理解角色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贬低偶像剧，偶像剧也能成为经典，像《罗马假日》、《罗密施耐德版的倩倩公主3部曲等，这都是顶级的偶像剧了，非常符合大众对公主王子的想象，当然也获得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认可。然而偶像剧演到天花板，也始终是在迎合大众心目中的想象，这些角色离我们的生活很远，代表美丽和童话，童话终究是童话，现实生活才是表演的源泉和根本。作为专业演员，想要被人肯定演技的实力派演员，一定是还要有现实主义题材的形象留在观众心里才行，能得到观众认可的演技，不是把脸涂黑，
画几条皱纹，所谓的丢掉偶像包袱，也不是红着眼睛掉几滴眼泪，或者不顾形象嚎啕大哭，而是你塑造的角色让观众觉得这个人是真的，不是我一边吃着零食一边观看用来打发时间的，而是正在跟我一起经历着时间冲刷的真实存在的人。肖战的演员们目前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当然人在江湖有很多身不由己的无奈，只希望肖战能不改初衷，始终保持不服输的劲头，也祝福他能有更多挑战演技的机会，让喜欢他的人一起见证他到底能成长到哪一步。